第一批紫珀水果番茄装箱完毕，准备发往省城冷链。我正要离开，村长马建国笑眯眯地拦住我，告诉我合作社的分红比例要改一下。我愣住了，这片大棚从土壤改良、温控设备到无菌培育，全是我投的钱、出的技术。之前合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我7村里3，而且我每年给村里的地租比市价还要高出1截。见我没动，马建国脸色有些不快。陆总，咱们村底子薄，修路搭桥都要钱，您堂堂一个大老板，不会连这点地皮钱都要跟乡亲们计较吧？我笑了，从腰间解下总控室的钥匙。行，都留给你们。马建国眉开眼笑，连声道谢。第二天回到市里，我直接给技术主管发了条指令：即日起，注销青藤村所有的农业电商溯源资质、温控系统，全部恢复出厂设置。今年的第一波收成好得惊人。装车快结束时，我的助理小宋拿着平板电脑快步走到我身边，压抑着激动：陆哥，这是这批紫珀的预估总利润，请您过目。我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目光扫向屏幕底部那个加粗的数字，235.6万元。这个数字比我们年初做的最乐观测算还要高出整整50万，心里掠过一丝终于熬出头了的念头，但也就一闪而过。下乡2年又是大丰收的一年，该给的劳务费和分红不能省，况且项目在青藤村落地2年，各项开支逐年看涨，我早已习惯。我没有细看各项耗材，从冲锋衣口袋抽出笔，在电子交割单右下角利落地签下名字，按合同给村民结清账目，转账。我补了一句，把平板递回给小宋。小宋点头，拿着单子匆匆跑向守在大棚外的冷链车队调度员。采摘终于告一段落，我站在现代化大棚气派的入口处，带着得体的微笑，看着一箱箱鲜红透亮的果实被搬运上车。装完最后一车，我抬手招呼工人们收工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伴随着笑声从侧后方传来。陆总，这就装完了。是青藤村的村长马建国，他披着件半旧的夹克，手里盘着2个核桃，身后跟着他那个游手好闲的侄子马彪。我停下动作，对他们点点头。是啊，第一批赶早市，今年又辛苦村里配合了。陆总太客气了，是我们该感谢您，年年带大家发财才对。马建国笑吟吟地走近，目光状似无意地扫过小宋手里的账单，然后非常自然地落在那些价值不菲的特供包装箱上。接着他用那副热络的腔调说出了让我瞬间以为自己听错了的话：陆总，这批货发完，咱们那个分红合同看是不是得重新签一下，以后村里占8成，您占2成。我当场愣住了。下乡创业2年，我把全部心血都扎在青藤村这家合作社里，雷打不动。从刚来时面对一片长满荒草的盐碱地，到如今占地几十亩的现代化智慧大棚，从点滴测算营养液配比，到今天眼都不眨签下200多万利润的交割单，这2年在这里到底砸了多少钱，我从未仔细算过。但小宋曾经提过，光是那一套进口的温控和水循环系统，花费就100万起步。而且我要求财务，凡是村里来干活的劳务费必须当天结清，从不拖欠，一律现金结算。可以说我是看着，更是用真金白银陪着这片荒地从一文不值做成如今连省台都来报道的明星农业示范基地。青藤村的地租确实比周边乡镇便宜1-2成，条件嘛，说实话一直也就是中规中矩，交通不便，也绝称不上什么风水宝地。之所以坚持选这里，早年是图个政策扶持和那点微末时的情分，后来更多是因为前期基建已经砸下去了，没法回头。当然土壤改造已经成型这个理由始终排在第1位，时间成本也是成本。我脑海里不受控制地闪现出一些画面：2年前破旧的村委大院里，年轻的马建国端着粗茶，笑容朴实；1年前大棚刚搭起骨架，他特意杀了一只土鸡请我吃饭。没有陆总，你们这些大学生，咱们村这辈子也富不起来。半年前第一批试验果挂枝，他穿梭在省里来视察的领导中间，已然是一派制服带头人的模样。与我握手时说的仍是感谢，只是那感谢听起来更像社交辞令。这2年来，我在这里投入的资金和技术摞起来，恐怕能买下堆积如山的普通化肥，不，或许能买下好几个隔壁村那样的传统农场。而我刚刚才让助理小宋亲手确认了第一批235.6万元的账单。现在马建国站在我面前，盘着核桃，笑容可掬。为了一己私欲的贪婪向我，这个他口口声声感谢了2年的财神爷陆总索要8成的绝对控制权，一种荒谬绝伦的感觉慢慢涌上心头。我没有愤怒，奇怪的是连一丝火气都没有，只觉得有点凉，有点空，还有种巨大的滑稽感。他见我只是站着没有动作，脸上那热络的笑容稍稍淡了点。陆总，咱们村这几年修路搞绿化，样样都要钱的，
您堂堂一个大老板，事业做得这么大，又在这赚了这么多，不会连这点地皮上的小钱都要跟乡亲们计较吧？小宋都看不下去了，弱弱地说了句：“马村长，当初合同白纸黑字七三开，设备全是我们出的，您这突然要80%，跟抢没两样了。”马建国一听这话，脸色立马沉了下去。马彪更是直接跳了出来，一把抢过旁边装卸工人手里的剪刀，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合同怎么了啊？2成不是钱啊！这打工的刚来几天，就学会胳膊肘往外拐了。现在大环境有多差，你知道吗？搞农业有多难做，你懂吗？地是集体的，水是集体的，哪一样不是我们村的啊？他越说越激动，向前逼近一步，手里明晃晃的剪刀几乎要戳到小宋的鼻尖。觉得给2成委屈了，觉得我们斤斤计较。停啊！今天这8成要是定不下来，这车祸你们一颗果子也别想运出村。让你们也长长记性，知道什么叫强龙不压地头蛇，什么叫在谁的地盘上吃饭。小宋被他这副流氓做派吓得浑身一颤，脸都白了，嘴唇哆嗦着，想辩解什么，却最终只是求助般的看向我，死死捏着手里的平板，强忍着没发作。我看着这一幕，心彻底凉透了，直接从腰间解下总控室的那串大门钥匙，递到马建国面前。给，不用找我签新合同了。马彪的叫嚣声戛然而止，马建国转过脸，重新堆砌起满满的笑容，甚至比之前更加热切，以最快的速度接过钥匙，指尖在金属上轻轻一捻，动作熟练。哎呦，陆总您看您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呢？这大棚以后村里代管，谢谢陆总，陆总大气，等年底分红，我一定让村委给您留个大红包。后面的话我已无心再听，那张在晨光下显得有些贪婪的笑脸，此刻让我胃里一阵翻腾，泛起难以言喻的恶心。我整理了一下冲锋衣的外套，目光掠过仍握着剪刀的马彪，最后落在马建国那张笑意盎然的脸上，意味深长地留下一句话：马村长农业科技在于硬实力，这棚里的东西希望你们接得住。他显然没听懂，或者根本没在意，只当是寻常客套，连连点头。是，陆总说的对，接得住，绝对接得住。第二天回到市里的公司，我把技术主管大刘叫进了办公室，语气平淡地吩咐：进系统后台，把青藤村大棚所有的子破农业电商、溯源资质和平台特批通道全部注销。大刘明显愣住了，眼睛眨了眨，下意识地确认：陆哥，您是说青藤村那几十亩果子马上就要全面丰收了啊？资质一撤，那可就变成3无产品卖不上价了。咱们这2年的心血。他的惊讶情有可原，毕竟这2年来，全公司大半的精力和资金都砸在了那个项目上，眼看就要大笔回款了。没错，按我说的做。另外，把大棚的云端温控系统全线解绑，恢复出厂设置，切换成纯水循环模式。指令通过技术部下发，起初在公司里悄无声息，然而不到半天，平静的水面下便开始涌动波澜。下午，我路过员工休息区，断断续续的议论声便从虚掩的门缝里飘了出来。听说了吗？青藤村那个项目，陆哥直接撤了，系统后台全线都断开了，还能有假？大刘在那忙活了1中午。哎呦，撤了才好。上个月我去大帮给揽定器做维护，马彪那小子非说我踩坏了他家的地笼，硬是讹了我500块钱。我找村长马建卓评理，结果那老头扯了半天什么乡下人靠地吃饭不容易，最后就让马彪退了100，还摆出一副对我施了大恩惠的样子，真恶心。你这算好的，你这算好的了。上次我们去核对建设材料，发现库房里少了好几袋昂贵的进口复合肥。后来你们猜怎么着？我在马建国自家的小菜园里看见了，包装袋都没舍得扔。我去问马建国老婆，直接坐地上撒泼，说那是咱们试用剩下的废料，那可是几百块一袋的特制肥，拿去种大白菜，简直是糟蹋东西。何止是占便宜，那边的工人工钱结账磨叽得很，陆哥给的是现金，要求当天发，结果马建国扣着不放，非要工人们去他侄子开的小卖部赊账抵扣，中间又抽了一层皮。要不是陆哥一直压，说要带动致富，谁愿意去那穷山恶水的地方受气？听说他们对那些外面请来的临时采摘工也抠得要命，不仅伙食清汤寡水，连人家干活带的水杯都马彪翻一翻，看有没有偷吃他们的番茄。可不是嘛，看大鹏赚了钱，这叔侄俩眼珠子都绿了，心也黑了。以前觉得他们还挺淳朴，现在越来越会算计，活儿没干多少，敲诈勒索的本事倒是越来越大。陆哥这次真是办得漂亮，我早就觉得那帮人贪得无厌，看来陆哥也忍到头了。议论声渐渐低了下去，我站在门外没有进去，只是静静地听着这些碎片化的抱怨，像一块块拼图，逐渐拼凑出马建国叔侄这2年悄然变质的全貌。原来那种令人窒息的算计感早已渗透到了每一个合作的死角，不仅针对我，
也针对基层的技术员，甚至苛待那些流汗出力的帮工。早上发出的系统断联指令，员工们没有质疑，反而是一片叫好。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回到办公室，我看着平板上青藤村大棚彻底灰掉的监控点，想起昨晚马建国接过钥匙时那贪婪的笑，想起马彪拿着剪刀威胁时的狰狞，也想起2年前破旧村委大院里那碗热茶。利益能带来繁荣，也能腐蚀本心。2年时间足够让一片荒地生津，也足够让某些人变得面目全非。我损失了前期的基建投入，甚至很多个日夜的研究心血，但我得到了更重要的东西。至少我的员工们不必再为了我的情怀或莫须有的致富梦去忍受那永无止境的吸血和算计了。至于马建国和他的大棚，我端起茶杯轻轻抿了一口。路是自己选的财路，也是被贪念亲手断掉的。第3天，天气预报显示有寒潮。临近中午时，马建国发来了一长串语音。陆总，这几天大棚里的长势简直太好了，果子一天比一天大。我刚才查了查之前的账，你们这些城里的年轻人啊，就是大手大脚，不懂得怎么省钱。那个什么营养液1桶好几千，我直接让马彪给停了，换了咱们村里的井水，再兑点尿素，这秧苗照样长得好。还有棚顶上那些大风机，一天到晚转个不停，那电费看的人心惊肉跳，我给关了一大半。咱们乡下人种地讲究个接地气，得让果子自己适应环境嘛。我听着语音里隐约传来的马彪的得意笑声，几乎要笑出声来。我平静地回复了一条，是吗？是吗？那挺好。消息刚发出去，马建国的电话就直接打了过来。哎呦，陆总，我这可不是在挑您的刺，我这是跟您交流经验呐。您看，这搞农业核心就是控成本，你们太迷信高科技了。马彪说，昨天温控仪一直滴滴乱叫，说温度太低，我嫌烦，直接让他把报警器的线给拔了。露天种的番茄都能活，这大棚里罩着塑料布，还能冻死不成？陆总啊，要是您早点听我的，把管理权交出来，这2年能省下大几十万呢。现在虽然村里拿80%，但成本降下来了，您那2成的分红，说不定比以前拿的还多呢。我静静地听着他这番漏洞百出的成本控制论，直到他吹嘘够了，才冷冷地开口：马村长，你种地的经验确实丰富，不过很不巧，我刚才看过气象云图，今晚青藤村会有一次大幅降温，夜间温度跌破5度。紫珀是极其娇贵的改良品种，没有云端系统的精准恒温，没有特定比例的微量元素强健细胞壁，只要断供3天，再遇上寒流，48小时内就会大面积爆发起腐病，果实全部开裂。电话那头瞬间安静了，过了大概3-4秒，才传来马建国强撑着笑意的声音：开裂。陆总，您这就不厚道了，合同没谈拢，您也不能故意编瞎话吓唬我。我的果子现在硬邦邦的，咱们村的井水那是甘甜的地下水，不比你那化学药水强。再说都长这么大了，根扎得深着呢，一点点降温算什么？唉，我跟您说，省里的收购商明天一早就来拉货，等这几百万的货款一到账，我让您看看咱们村里人的真本事。听到真本事3个字，我失去了最后一点耐心，脑海里闪过他们偷肥料的嘴脸，闪过马彪拿着剪刀撒野的模样。马村长，既然你的井水那么神奇，成本又控制得这么好，那就提前祝你明天大丰收了。至于那2成分红，我也看不上，你们叔侄俩自己留着慢慢花吧。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顺手将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电话挂断的忙音尚未散去，但我知道属于他们的灾难才刚刚开始。第2天，强冷空气如期而至，气温骤降。上午我正在公司翻看新的投资意向书，助理小宋连门都没敲，直接冲了进来，脸上是一种极其复杂的，像见了鬼又拼命狂喜的表情。陆哥，青藤村那边炸锅了！怎么了？烂了，全烂了。马彪那个蠢货为了省电关了循环风机，又用了3天纯自来水，果子抗性全没了。今天一早，省台的冷链车和质检员去村里收货，刚一推开大棚的门，一股发酵的酸臭味直接把人熏得倒退了3步。我靠向椅背，眼前已经能想象出那幅画面。半个棚的果子，您看群里发的视频，昨天看着还好好的，冻了1晚上，底部全长了黑斑。起腐病全面爆发，果皮全裂开了，酸水滴得满地都是。视频显然是某个看热闹的村民偷拍的，画面里马建国再也没了昨天电话里那副指点江山的傲慢，他
他浑身沾满泥巴，像抓着救命稻草一样，死死拽着镇上那个老农技专家的袖子。李技术员，您给看看，快给开点药啊！这都是钱啊，几百万的果子。马村长，这是高科技娇贵品种，根部没营养，棚里没温度，这病是从根子里爆发的，神仙也救不回来了，赶紧拔了扔了吧，不然烂在土里，这地明年都要生菌子。视频的最后，马建国双腿一软，直接瘫坐在满是酸臭烂泥的地垄上。他手里捧着一颗裂开的、散发着恶臭的紫破番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而那个之前嚣张跋扈的马彪，此刻正缩在大棚角落的阴影里，连个屁都不敢放。大棚外是排着长龙的冷链车队和满脸不耐烦的采购商，他们以为抢到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结果却因为自己的贪婪、傲慢与无知，亲手砸烂了所有的金蛋。我平静地将手机还给小宋。陆哥，这损失太惨重了，他们肯定得把剩下的好果子便宜卖掉止损吧？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看着楼下川流不息的车流，眼神冷峻。止损？他们连止损的资格都已经没有了。此时的我们正站在省城最大的生鲜电商中心仓库大厅里，为了挽回损失，他不惜连夜高价雇了货车，把棚里勉强还能看的那一半番茄抢收下来，强行运到了这里，企图变现止损。而我正巧在这里与平台高管商谈新一季的独家供应合同。眼看大厅里围观的供应商和平台员工越来越多，马建国的骄横与此刻走投无路的羞愤交织在一起，彻底冲垮了他的理智。姓陆的，我给你脸了是不是？这2年我像供财神爷一样供着你，村里最好的地皮给你批着，水源先紧着你的大棚用。没有我们青藤村的地，你那破苗子能结出什么果？现在果子快熟了，你反手就把系统给停了，故意把果子冻烂，你这叫过河拆桥！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读过几天书了不起啊！我的助理小宋上前试图阻拦。马村长，请你注意言辞。滚开！我告诉你，今天这车祸，你们平台必须按最高价收了。我损失了几百万，必须你来赔，不然我让你在这个圈子里混不下去。大厅里一片哗然，员工们面面相觑，几个大供应商皱起眉头，安保人员开始从门口快步走来。我看着眼前这张因绝望和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只剩下了然与淡漠。马村长，第一，我当初选择青藤村，是因为我看中了那片盐碱地的改造潜力，不是因为你对我有恩。这2年来，我在村里砸进去几百万真金白银，每一笔劳务费都是当天结清，绝不拖欠。我们之间是纯粹的商业合作，白纸黑字，谁也不欠谁。第二，你说水源紧着我用，去年夏天干旱，半夜偷偷截断大棚灌溉水管，把水引到你自己家鱼塘里的是谁？最后是我连夜花高价从镇上调了4辆洒水车，才保住了那一棚的苗啊！马建国张了张嘴，原本涨红的脸色瞬间白了白。第三，你说你拿我当财神爷，前后从库房里偷运走10几袋进口复合肥去种你家后院的菜，强行克扣采摘工人的血汗钱，甚至纵容你侄子拿着剪刀威胁我的技术人员。周围响起低低的议论声，几个平台的高管频频摇头，眼中满是鄙夷。至于这车烂果子，大棚的钥匙是你主动要的，系统是你侄子自己关的，营养液也是你下令停的，你毁了果子，却跑来找我赔钱。这句话让马建国的脸从白转青，又从青转成了灰败。你胡说八道，那都是误会。这车果子我都挑过了，都是好的，你们平台凭什么不收？他试图垂死挣扎，冲着旁边的平台质检员大吼。质检主管没有说话，只是冷着脸，拿起手里的扫码枪，对准了包装箱上的溯源2维码地。该共生商绿色有机稻源资质已拒销，系统判定为无证3无产品。马建国是吧？陆总昨天就已经撤销了对这批果子的技术和资质背书，你现在不仅属于售卖3无产品，还涉嫌盗用我们平台的特供包装箱，这车祸我们绝对拒收。另外，法务部会追究你冒用品牌的违约责任。马建国如遭雷击，他瞪大着眼睛，嘴唇剧烈的哆嗦着，终于意识到自己最后的一条退路也被彻底斩断了。青藤村的合作社能有今天，离不开那套系统，但也离不开我对你们最后一点耐心。但你把这份耐心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索取资本，把带领大家致富的情分做成了你个人的算计，把一个明星基地的口碑做成了人人厌烦的怨气。你失去的不仅仅是一记大帮的利问，你失去的是底线和信誉。
从你为了一己贪欲要强占80%利润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决定彻底放弃青藤村。几个安保人员已经走上前来。这位先生，请您带着您的车立刻离开园区。马建国看看保安，又看看周围那些冷漠嘲讽的目光，他双腿一软，再也支撑不住，直接瘫坐在了光洁的大理石地板上。完了，全完了。几天后，行业内的一个内部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另一位做农产品渠道的老总。寒暄几句后，他凑过来低声笑道：“陆总，听说你把青藤村那个盘子直接掀了，干得漂亮。那个马建国越来越不像话。上个月我派人去村里收点散货，好家伙，过路费就敢收我500，说是压坏了村里的水泥路。谁家村道不是国家修的，早就不想跟他打交道了。有你这一带头，我看以后没人敢去那个村子收货了。”又过了1周，助理小宋拿着一份行业早报走进来，顺口提了一句：“陆哥，您看新闻了吗？青藤村那边彻底崩盘了，因为还不上化肥厂和薄膜供应商的欠款，债主把马建国的大门都给砸了。还有村里那些没拿到工钱的乡亲，天天堵在他家要账。他那个侄子马彪，听说连夜坐绿皮火车跑路了。大棚里的那些烂果子，全在太阳底下发酸发臭，隔着2里地都能闻见。”我笑了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没有说话。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也是最公正的裁判。人心一旦变了质，再好的肥田也只能种出恶果。又过了1个多月，青藤村那片大棚彻底荒废了。听说顶部的恒温薄膜被大风刮破了几个大口子，没人去修，破塑料布在风里呼啦啦的响。这天我加完班，从公司大楼出来时已经晚上9点，刚走到地下停车场的车位旁，就瞥见一个人影从承重墙的阴影里闪了出来，是马建国。他像是特意等在这里的，身上还是那件半旧的夹克，只是看着空荡荡的，整个人瘦脱了相，背脊佝偻着，头发白了一大半，乱蓬蓬的没怎么打理。陆总，我停下脚步没说话，他往前挪了2步，双手局促的搓搓，那双常年干农活的粗糙大手，此刻正微微发着抖。我来跟您道个歉，以前是我不对，改分红、断水源，还有那些肥料都是我的错。我知道您现在不肯信我了，可我真的知道错了。这阵子要债的把我家门槛都踏破了，大强也跑了，村里人在背后戳我的脊梁骨，我整宿睡不着，把这2年的事翻来覆去想，越想越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我不该算计您，不该眼红那点钱，更不该为了多占那几成利，把咱们这2年辛辛苦苦打下的底子全砸了。我真是猪油蒙了心了。我看着他的憔悴是真的，眼里的懊悔和惶恐也是真的，和那天在生鲜仓库里气急败坏，试图倒打一耙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陆总，您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咱们重新把大棚搞起来，行不行？以后利润您拿90%，不，您全拿，我1分钱不要。只要您出面帮我把欠款平了，我给您白打工，我给您签死契，10年、20年都行，只要您肯回来，把那套系统重新接上。我没有立刻回答，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里很安静，只有通风管道里传来的低沉轰鸣。马村长，你知道你那个合作社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吗？不是分红比例，不是温控设备，甚至不是那几袋被偷走的肥料，是你心里早就没把投资人当合作伙伴，也没把那些干活的乡亲当人。你算计分红，算计设备，算计那些微不足道的宁字，你觉得这都是你作为地头蛇应得的，是外乡人该交的过路费。可合作不是这么搞的，合作是人家愿意带着资金和技术下乡，陪着你们一起吃苦开荒，是遇到灾年旱涝，大家咬紧牙关一起扛，不是让你把这种扶持当成理直气壮吸血的理由，更不是让你把我们当成随便拿捏的肥羊。我后悔了，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对底下干活的村民也一样，你克扣采摘工的血汗钱，让他们去你侄子的小卖部拿高价劣质商品抵工资，你对技术员吆五喝六，动辄辱骂讹诈。你觉得这片地是你的，所有人靠你赏饭吃，就该逆来顺受。可人心都是肉长的，他们出了10分的力，却连3分的尊严都得不到，怎么可能真心护着这片地？你现在来求我，是因为你破产了，你背上了一身债，你害怕了。可如果那天没降温，如果你的烂果子真的卖出去了，
赚到了几百万，你会真心觉得自己错了吗？你不会，你只会觉得是自己手腕高明，是城里人傻钱多，是被你压榨的村民活该受穷。你不会改的，至少不是真心胆改。陆总，我真的可以改，那就改吧。但不是为了我，也不是为了挽回那片烂掉的大棚，是为你自己，是为你自己，为那些被你连累的乡亲，也为你下半辈子还能不能抬起头做人。农业是个良心活，看天看地，更看人的心。心歪了，种出来的东西自然就烂了。你把心挣回来，哪怕从头去给别人挑粪除草，总能挣到一口干净饭吃。你不能只想着怎么冤大头把眼前的窟窿堵上，怎么再把过去那种作威作福的日子捞回来。我没再说话，上车，启动了引擎。后视镜里，他一直颓然地站在原地，在昏暗的灯光下，渐渐缩成一个模糊的小点。又过了大半年，我在临市投资的一个占地1000亩的智慧农业产业园正式落成。由于要回去办理一些户籍和老公司的交接手续，我顺路开车经过了青藤村。曾经那片长满杂草的大棚，塑料膜已经全部换了新的，远远望去，一片生机勃勃，门口重新挂了一块实木牌子，写着青藤互助农场。我停下车，恰好遇到几个工人在路边卸货。现在的农场主是个30多岁的退伍军人，他没认出我，只是热情地递了瓶矿泉水给我。我们就站在路边闲聊了2句。他说自己是隔壁镇的，看这片地荒了可惜，就联合几个战友承包了下来。以前那个村长啊，人其实有点小聪明，早年带着村里人也修过路，就是后来见了块钱，心飘了，算盘打得太毒，把好好的财神爷气跑了，把村里人的心也伤透了。我接手这片地的时候，他还跑来求我，说哪怕让他看大门都行。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为了多贪那2成利，毁了青藤村10几年的指望。他说那不是几百万的事儿，是把他这辈子的脸面和子孙后代的福气全扔在地垄沟里踩碎了，也是活该。那他现在呢？去隔壁县的化肥厂当扛包的苦力去了，欠了一屁股债，大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一天扛100多袋化肥，赚那点辛苦钱还债。听说累出了一身病，但也只能硬挺着。告别了新农场主，我回到车上，夕阳的余晖洒在青藤村的村道上，大棚里飘来一阵清新的泥土和作物芬芳。村口有几个刚放学的孩子在追逐打闹，大棚外的休息棚里，工人们正笑着分吃西瓜。我回头看了眼曾经让我耗尽心血的地方，路都是自己选的，好在土地是宽容的，总会给愿意踏实流汗的人重新开始的机会。只是那些被辜负过的善意和信任，就像泼在盐碱地上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而这大概就是贪婪者必须咽下的最公平的代价吧。